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秋葵的营养非常的丰富，平时我们要多吃秋葵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在做秋葵的时候，是直接做还是先焯水？秋葵到底应不应该焯水呢？是先切完再焯水，还是焯烫过后再将它切好呢？其实这个问题虽说听上去不值一提，但是却影响着秋葵的营养价值和口感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把正确的做法分享给大家，以后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00克左右的秋葵，现在的秋葵很便宜，200克秋葵只需要2块钱。我们在购买秋葵的时候，看一下秋葵蒂这里是白色的，说明秋葵是新鲜的。如果变成黑色或者是发黄，说明这个秋葵就不新鲜了。我们都知道秋葵表面呢有一层绒毛，这个绒毛如果不处理干净，吃到嘴里会让喉咙觉得很不舒服。而且秋葵大多都是大棚种植的，打农药总是少不了的，所以在烹饪之前呢，要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把秋葵放大盆中，淋少许清水把秋葵打湿，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根秋葵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抓匀后，再一根一根的搓洗秋葵，把秋葵表面的绒毛给它搓洗掉。秋葵还有大量的牛奶、内聚糖和果胶，平时我们多吃一些秋葵，对身体特别好，而且还能保护肠胃。每一根秋葵都搓洗好以后，在豆上的清水没过秋葵，再把秋葵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，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烘干水分备用。接着准备小把木耳，放大碗中，加1勺白糖，再加1勺白醋，豆上的温水没过木耳，用筷子搅拌搅拌。这里加白糖和白醋呢，可以加速木耳的泡发。搅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把木耳泡软泡大。接着再准备半根去皮的胡萝卜，给它切成菱形块，尽量切得薄一些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几瓣大蒜，给它切成蒜片。切好后也放入盘中，再准备几个小米椒，给它切斜刀，切成小块。如果不能吃辣的，可以换成菜椒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木耳也泡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木耳变得大朵大朵的。接着再来好好的清洗木耳，往里边加1勺面粉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抓匀后再把木耳一朵一朵的清洗干净，因为木耳从晾晒到包装都会吸附很多的灰尘，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面粉呢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吸附掉木耳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清洗的过程中，如果木耳太大块了，给它撕成小块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再把控干水分的秋葵放到大碗中，往里边淋入1勺食用油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根秋葵都能裹上一层食用油。很多人到这一步都是直接焯水的，秋葵直接焯水那就是大错特错了。秋葵焯水呢，会造成营养流失，而且口感吃着也不够脆爽。正确的做法是先淋上一些食用油，让每一根秋葵都裹上一层食用油，再把它放到蒸屉上，然后水开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2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现在的秋葵颜色翠绿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秋葵像这样蒸出来不会造成营养流失，而且口感脆嫩，会更好吃。再把它取出来放大碗中，给它放一旁放凉备用。再把锅中水烧开，
把胡萝卜和木耳放入锅中，给它焯水2分钟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烧开后再煮1分钟，1分钟后用漏勺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把放凉的秋葵放到案板上，用刀把秋葵蒂切下来，不要了，再把秋葵切细刀，切成小块，也不用切得太小，尽量切得均匀一些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，接着再准备5个鸡蛋，把它倒小碗中。鸡蛋的量可以根据家里人的数量来定，今天我家有4、5个人，所以鸡蛋呢就准备5个。鸡蛋打好后来调一下味，加一点点食盐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大概需要搅拌1、2分钟，这样鸡蛋炒出来会更加的嫩滑。鸡蛋搅好后先放一旁备用，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把鸡蛋液放入锅中，先不着急翻动，先给它煎30秒，把底部煎至定型。底部煎至定型后，用铲子像我这样推动底部，让鸡蛋液流下来，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推动，鸡蛋液全部流下来，煎至定型，然后用铲子翻一下面，再给它煎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煎至金黄。1分钟后翻一面，两面都煎至金黄，再用铲子把鸡蛋分散开，尽量分得小块一些，用铲子翻炒一下。如果喜欢吃嫩一点的就少炒一会儿，如果喜欢吃香一点的就多炒一会儿。我比较喜欢吃香一点的，所以给它翻炒成这种表皮微微发黄，然后把它盛出来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另起锅烧热，再放少许食用油，油热后放蒜片和小米椒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，再把秋葵放入锅中，再放入胡萝卜和木耳，继续用铲子翻炒，给它翻炒至入味，大概需要翻炒1分钟左右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翻炒均匀后，再把鸡蛋放进来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再给它翻炒1分钟。翻炒均匀后来调一下味，下勺生抽，加一点点食盐，其他的任何调味料都不用放。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再给它翻炒30秒左右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秋葵炒鸡蛋就做好了，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，色香味俱全。秋葵这样做营养非常丰富，而且吃起来鲜香嫩滑。秋葵含有丰富的果胶和维生素，再加上鸡蛋含有的蛋白质，搭配木耳和胡萝卜，营养又美味。我们在炒秋葵之前不要焯水，也不要直接下锅炒，按照我的方法来，秋葵营养不流失，颜色翠绿，鲜香可口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